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以前一直觉得脚煮不就是控肉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上次去日本跟一个料理家学做了这道经典家常菜，原来脚煮的烹制方式是这样的。今天我准备了1公斤的五花肉跟鸡蛋1盒，还有葱、姜、辣椒以及 TAP 认证的米。制作料理食材是很重要的，购买时呢，包装上这个标志就是 TAP 标章。TAP 又称为产销履历农产品标章，有了这个标章的农产品，代表有经过产销履历验证机构验证过，也代表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过程都有经过良好农业的规范与记录，是安全安心的食材哦。购买时呢，可以利用手机查询产地以及包装日期等资讯，简单快速追溯食材来源，让消费者安心选购。这个包装是真空的，可以直接冲水解冻，大概解冻5分钟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半解冻的状态会比较好切。不需要清洗，直接用纸巾擦拭掉表面的水分。我这次买到的是没有带皮的五花肉，正好日式脚煮也是没有带皮的，切成大块状。带皮的五花肉也可以哦。然后一点盐巴、白胡椒调味，稍微的搓揉均匀。等一下呢，大概静置15分钟左右，猪肉的表面呢会再出一些水分。现在切几片姜片，一点葱蛋，煮一锅热水。另外一边呢，热锅2分钟入油。大概煎2-3分钟左右，煎到像这样有一点焦焦的就可以了。像这样煎过定型后呢，等一下炖煮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散开了。大概煎到像这样的程度呢，就可以先取出来了。如果一次没办法煎完全部，就分2次。现在呢，可以关火了。锅子里面这些油要倒掉哦，然后再放回刚刚的五花肉。这时候加入热水，水量盖过食材就可以了。然后一点姜片、葱蛋，一点白胡椒粒，一点花椒。再来一点盐巴，50cc 的清酒。煮滚后呢，转中小火，然后盖上一张烘焙纸。这个纸呢，可以剪一点小洞口透气。这个纸做的盖子呢，可以预防烹煮的时候食材崩裂，尤其是酱汁比较少的料理，更需要落盖来帮助食材均匀快速的入味。大概煮20到25分钟左右就可以取出来了。然后把这个肉片放到饮用水里面清洗一下，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要清洗掉多余的油脂，然后再取出来稍微的沥干。这时候的肉块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来切成等量的大小，尽量大块一点，不要太小块哦。然后放到铸铁锅里面来，重新放入2片姜片，一点葱蛋，1小匙的白胡椒粉，大概40克的糖，半条辣椒。现在准备400cc 的清酒，200cc 的水。重新的煮滚，一样做一个落盖放上去，
这个落盖呢，还可以防止水分蒸发的作用哦。然后转中小火，慢慢的炖煮25分钟左右。趁着炖煮的时候，来准备鸡蛋吧。虽然这个蛋呢已经是经过机器清洗了，不过呢，我烹调前还是会再洗一下。鸡蛋的两端呢，有一端是比较圆一点的，你可以在这边戳一个小孔，这样等一下就会比较好剥蛋壳了。或者是买小图钉来戳也可以。把水加到8分满，冷水开始煮。煮滚后呢，大概煮7到8分钟左右。喜欢吃半熟蛋的人可以将时间减少哦。然后放到冰水里面来冲凉。等到蛋已经回到常温，就可以开始剥蛋壳了。我通常呢会从两端开始剥蛋壳，这样轻轻松松就可以剥出美美的蛋了。现在炖肉应该已经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呢才是放酱油哦，分量大约是50cc， 然后是水煮蛋，帮它们调整一下位置，让鸡蛋都沾到了酱汁，再把这个落盖放上去。鸡蛋放下去之后呢，大概只要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。像这样静置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咯。喜欢入味一点的话呢，可以冷却之后整锅放到冰箱冰1个晚上。记得铸铁锅从冰箱取出来之后，要先回到室温才可以进行加热哦。现在只要煮滚就可以上桌享用了。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颠覆你对日式饺煮的印象呢？其实饺煮对我来说并不算是控肉，而是炖肉的一种。经过繁琐的制作程序，这个日式饺煮跟控肉比起来确实不太一样，吃起来有一种清爽不油腻，也不会太咸的感觉。哇，这个饺煮搭配酱汁跟白饭，简直超级无敌好吃的，我已经忍不住要吃咯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